发现男友的父母竟然不是人，而是鬼。我的左眼拥有一种特殊能力，那就是能看见鬼。我能看见去世的爷爷对我笑着打招呼，也能看见家里书房里吊着的女人。神婆说我这是阴阳眼，但只有一只，而我的右眼却只能看见阳间食物。这天男友于言带我回家见父母，吃完饭的时候我主动提出要洗碗，男友妈妈不肯，非要来拿我手里的碗。可他这一抢，洗洁精溅到了我的左眼，我低下头捂住眼睛。于言的爸妈也都慌了。小将你没事吧？我刚想说没事，可我突然僵住了，因为只有右眼能看见的我突然发现于言的爸妈都消失了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着他们不是人。一股寒意从后背涌起，而这时候我听见于言爸爸的声音又响起来。小将你没事吧？厨房里明明空荡荡的，却有清晰的有声音从耳边响起。我努力挤出笑容，没事，就是一点洗洁精。我擦干净左眼睁开，果然我又看见了于言爸妈在我面前，一脸关切地看着我。我假装揉了揉左眼，用右眼单独看了一下，于言爸妈又消失了。我的心彻底沉到谷底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于言进来了。小将眼睛进洗洁精了，也不知道碍不碍事。于言闻言赶紧走到我面前，关切问：小将你没事吧？我却没回答，我只是假装继续揉着左眼，同时小心翼翼的单独用右眼看了于言一眼。我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开些许。太好了，至少于言还是活人，或许是于言的存在给了我一些勇气，我总算平静下来，对于言爸妈笑着说：叔叔阿姨我没事。于言父母这才松了口气。洗干净碗筷后，于言爸妈说要下楼给我买新鲜的水果。等他们出门后，我才开始试探于言。从于言的描述里，我得知他父母是退休工人，平日很少和别人来往，这也就难怪了。于言爸妈平日不怎么和人来往，那他们出事突然去世，于言一时半会没发现也是正常。于言还告诉我，这次带我回家也是他爸妈主动提出来的。我爸妈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前几天突然跟我说一定带你回来，可能是想早点见未来的儿媳妇吧。于言笑着跟我说，我心里却是一阵阵发毛。前几天，那他爸妈那时候可能已经死了，两个鬼一定要见我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我必须得把真相告诉他。于是我开口：于言你知道吗？你爸妈其实已经死了。于言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他有些生气。小将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我知道他不信我，我只能把我左眼是阴阳眼的事完完全全的跟他说了，可于言还是不信。小将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，需不需要找一个心理医生看看？感情他这是觉得我疯了，我无奈只能开口：你如果真的不信我，不如就试试看。你应该听说过在门口撒大米能驱鬼吧？那是因为大米可以障眼鬼怪，让鬼怪看不清大门的位置。你如果真相信你爸妈是活人，就把大门打开，再撒一把米在门口。如果你爸妈是活人，就可以正常进门，但如果你爸妈是鬼，他们就会以为门关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这些年因为阴阳眼，我也跟神婆七七八八学了不少知识和本事，今天就派上了用处。于言依旧是一脸不相信的看着我，但好歹是照着我说的做了。没过多久，走廊外的电梯叮的响了，是于言爸妈回来了。他们拎着水果，在走廊里就招呼于言赶紧出来帮你爸拎水果。于言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他起身朝门外走，可下一秒他突然顿住了，因为他看见他爸妈走到敞开的大门口，脚步突然就顿住了。紧接着他爸喊：于言你干嘛呢？赶紧给我们开门啊！我看见于言的脸色这才白了，因为门明明就开着。于言几乎是颤抖的开口：爸，我们这有点事，你自己进来不行吗？他爸却是语气急起来：我们手里那么多东西呢，怎么开门？你快过来！于言爸爸的声音此时变得有些尖锐，于言的脸色瞬间更白。还好我一把拉住他，我低声道：现在最好不要激怒你爸妈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。说着我走出门，不动声色地踢开了地上的米，然后假装开门的样子。可我没想到，叔叔阿姨的行为再次让我胆战心惊起来。听说过在门口撒大米能驱鬼吗？那是因为大米可以障眼鬼怪，让鬼怪看不清门的位置。然而男友的父母走到撒满大米的门口前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这代表着他们不是人。为了不激怒他们，我不动声色地踢开了地上的米，然后假装开门的样子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回来了呀！于言爸爸一脸不悦：你们刚才怎么不开门？刚才于言他缠着我们没想到你们那么快回来。说着我害羞地低下头。于言爸妈一脸明白过来的样子。吃完水果后，于言随便找了个理由便和我躲进了卧室。晚上于言低声问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爸妈变成了鬼，我也能看见他们，我没有阴阳眼啊。我告诉他，鬼怪是有办法能让自己显形的，你爸妈肯定是故意用了显形的方法，只是他们没想到我有阴阳眼。我又小声道，真希望你爸妈只是想见我一面，而不是想要害人。于言皱眉，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想害人？我沉默了片刻才开口，鬼物在半夜的时候阴气最重，如果他们想害我们，估计就会今天晚上行动。相反的，如果他们今天晚上不找我们，
应该就没什么事了。于言听了我的话，刚想开口，可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咚咚咚，伴随着于言妈妈轻柔的嗓音：“于言小将，你们睡了吗？”我感到后背一阵寒意冒上来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故作随意的开口：“怎么了，阿姨？我们已经睡下了。”是这样的，我刚下了一个手机软件，我和于言爸爸都弄不清楚，想让于言帮我们看看。我给了于言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别出声，然后继续回答：“阿姨，于言已经睡下了。我听于言说过，他爸爸妈妈是很宠他的。如果他爸妈现在还是正常的状态，那绝对不可能把熟睡的宝贝儿子喊起来弄什么手机软件的。但如果他爸妈现在已经是被怨气驱使的恶鬼的话，我还来不及假设，不想门外的于言妈妈就已经立刻开口：于言已经睡了呀，那没事了。”说着门外安静了下来，我也愣住了。从刚才于言妈妈的反应来看，她似乎是不想害我们，可是说不上为什么，我还是觉得心里有点毛毛的不放心。我走到门口，正想确认门锁了没有，可突然看见门缝里好像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，加上此时没开灯，因此看得不太真切。我蹲下身想去看那到底是什么，却正巧对上于言妈妈的眼睛，她正趴在门缝上死死地盯着我。我整个人尖叫一声，跌坐到地上。于言听见我的尖叫声，赶忙过来扶起我，我缩在于言怀里失控地喊：“于言，是你妈妈，你妈妈根本没走。”于言听见我的话，脸色一变，急忙看向门，可没想到门缝里于言妈妈的脸突然消失了。于言这才皱眉看向我：“小将，我妈已经走了，你是不是刚才看错了？”我急了：“我肯定没看错，你妈妈刚才真的趴在门缝上偷看我们。”听到我描述的那一幕，于言的脸色也白了，可他还是安慰我：“毕竟我妈妈现在已经不是活人了，可能做事的确会有些奇怪，但我还是相信他们是不会害人的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渐渐冷静下来。这倒也是，我对鬼怪也算是了解，一扇门根本挡不住鬼，更何况外面有2个。如果于言爸妈想对我们做什么，的确是可以直接破门而入。这一晚上，我和于言都没合眼，于言爸妈倒是没有再来找我们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跟于言爸妈提出来要离开。于言妈妈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脸上写满了失望。怎么那么快？不是说好要多住几天的吗？于言不敢看他的眼睛，老板突然要我回去，不然可就要丢工作了。只见他们看着有些难过，但也没过多纠缠，很快点头同意了。看他们那么好说话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或许真的如同于言所说的，他们只是想要走之前看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一眼吧。出家门的时候，于言爸妈说要送我们到小区门口，可没想到走到电梯口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电梯不亮了，没办法，只能走楼梯了。还好于言家也就是5楼，走楼梯也不算太高。我们开始爬楼梯，我整个人神经也慢慢放松，只要离开了这栋楼，光天化日的就不用担心什么了。到时候让于言查清楚他爸妈的死因，再找个高人来做法事，一切就过去了。我正在心里胡思乱想着，可突然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，于言不就5楼吗？怎么走了那么久都还没走到1楼？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旁边路过的大门，突然间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。我竟然看见面前的门牌号上依旧是503，也就是于言家的门牌号。我一把拉住于言，几乎是用颤抖的语气开口：“你看门牌号。”于言抬头看见大门，顿时脸色也白了。这时候，我和于言都已经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可于言的爸妈却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异样，还在继续往前走。紧接着，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。于言的爸妈明明已经一直往下走，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，可一会儿后，我们突然听见我们楼上又传来了脚步声。刚刚明明已经下楼的于言爸妈，又出现在了我们楼上的楼梯口。他们一路往下走到我们身边，仿佛才注意到我们一样，露出疑惑的表情。于言小将，你们怎么不走啊？我瞬间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冲进了脑子里，这难道是鬼打墙？遇到过鬼打墙吗？叔叔阿姨明明一直往下走，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，可下一秒，我们突然听见楼上又传来了脚步声，他们竟出现在了楼上的楼梯口。接着他们一路往下走到我们身边，仿佛才注意到我们一样，露出疑惑的表情。于言小将，你们怎么不走啊？我根本不想回答于言父母，只是一把抓住于言，迅速开口：“你家钥匙呢？”于言这才回过神来，手忙脚乱地把钥匙给我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打开门，一进门我就大喊：“大米！”而于言此时也反应过来，旋风一样的冲进厨房，一把抓起大米就朝着门口狠狠撒过去。而这一边，于言的爸妈本来也想追上来，可这大米一撒，他们的脚步顿住了。而我也趁着这个功夫，砰的关上了门，我贴着墙滑落下去，无力的倒在地上。于言也是脸色煞白的看着我：“小将，刚才那是不是鬼打墙？”我疲惫的开口：“应该是你爸妈干的。”于言的脸色更白了：“我爸妈为什么要困住我们？他们想干什么？还不明显吗？他们想把我们留在这，一直等到晚上。白天的鬼虽然能弄出鬼打墙，但阳气太重，没办法对我们做什么。可等到夜里就不一样了。”于言身子一颤，抬头去看门的猫眼，可没想到这一看，他突然啊的一声跌倒在地上，
我忙不迭地站起来，也朝着猫眼看了一眼，立刻就明白为什么于言那么害怕了，因为他爸妈竟然在门口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猫眼。于言忙不迭问：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毫不犹豫开口：报警。于言听见我的话瞬间懵了。报警？这种鬼的事也能报警？警察根本不会相信我们吧？我迅速开口：你当然不能跟警察说我们见鬼了，你就说有人遇害了，让警察赶紧过来。警察身上的阳气和正气最大，鬼也不敢惹，到时候这鬼打墙破了，我们就赶紧离开。于言这才明白过来，赶紧拿出手机开始报警。喂，请问警察吗？我家里有人死了。是的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。于言这下总算开窍了。于言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警惕地看了下猫眼，突然发现于言爸妈不见了。我正思考着，另一边于言就已经挂断了电话。他低声道：别担心小将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不一会儿我就已经听见警车鸣笛的声音响起。我们两人迅速趴到窗户上向下看，这警察来的也太快了。太好了，我拉着于言的手轻声说道：警察来了，只要他们上楼，我估计这个鬼打墙就要破了，我们就能下楼了。于言也是明显松了口气的样子，可下一秒他突然脸色一变，大喊：小心小将！我猛地回过头，竟然看见了于言的爸妈，2个50多岁的老人，死死地贴在透明的窗户上。我这一刻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刚才于言的爸妈会突然从门口离开了。他们可能是听见于言报警，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接着于言爸妈开始用头撞击玻璃，他们似乎感觉不到疼，一下又一下，窗户很快被砸碎。眼看于言爸妈跳进了屋子里，我拉起于言赶紧往外跑。不许走，不准带我儿子离开。于言妈妈尖锐的声音传来，说着她一把抓住了于言，于言则冲我大喊：你快走，我拖住他们。我大喊：可是你不用担心我，把警察带上来，他们是我爸妈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发疯一样朝楼下跑，终于在1楼门口见到了2名警察。鬼打墙果然破了，在我的带领下，我们再次返回了5楼。这时我发现屋内于言父母早已消失不见，而于言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我赶忙向警察求助，先救人。于是我们带着于言准备下楼。这一次我们并不是走的楼梯，而是乘坐电梯。看着不断缩小的楼梯数字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心想一切终于恢复正常了。想到这，眼睛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。可当我激动地去擦左眼时，我再次呆住了。眼前的2名警察竟然消失了，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，他们是鬼警察。我顿感大事不妙，电梯突然叮的一声开了，刚走出去我就彻底绝望，我竟依旧还停留在5楼。这时于言爸妈缓缓地走了过来，他们露出阴森的表情。跑呀，怎么不跑了？我惊恐地呼喊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于言爸爸说道：我听于言说了，你的生日正好符合8字纯阴，只要今晚纯阴之日将你杀掉，我们就能继续逗留人间了。原来这就是他们让于言带我来的目的，又知晓了他们为何昨晚没有动手，都是为了等今晚的纯阴之日。我极力地反驳道：你们真没良心，枉费了于言对你们的一片好心。于言妈妈表情变得更阴森了，我们还要好好谢谢这个宝贝儿子呢。说着便伸手冲我袭来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道光芒闪过，于言爸妈和那2名警察瞬间消失了。迎面走来的是几名身穿制服的人员，我故意捂住左眼看了下，他们还在，是真正的警察到了。事后经过调查，我才了解到于言的爸妈早在3年前就死了，而他们所在的小区也早已废弃，根本没有活人。但于言却始终不知道，甚至还被他爸妈利用了。好在经过抢救，于言也从昏迷中慢慢苏醒过来，一切都过去了。